我是肥东老田。大家好，又是我肥东导演。我们现在进入你问我答环节，又有好多人要问问题。来，那小八上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？师傅为什么选择写安史之乱的课件，而不是写鸠摩罗什的课件啊？怎么讲这个问题呢？因为鸠摩罗什还是蛮冷门的，加上他本身又是宗教人士，很多人不知道。老爷子在整个推背图中，他使用了大量的佛教典故，就是在告诉后人，未来的战争中，宗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那之所以呢，我不想写，因为讲白了，我对宗教，第一对宗教不了解，释迦典籍我基本上没怎么读。然后第二呢，就安史之乱后面带来的一系列历史大事件，它是很有意思的，是很有意思。不管是他开始到从安禄山、安史二人从在东北崛起，到南下清宫，一直到攻下长安嘛、西安嘛，那什么叫西安？就是首都嘛，攻下首都，包括引爆后面的整个北方局势，华北地区的局势，包括华中部分，我觉得写的很有意思。因为这未来都要讲。但如果说我只是写鸠摩罗什的话，很多他没法写，有很多他都是在之前鸠摩罗什本身并没有参与，所以写有点单薄。安史之乱写比较热闹，这个原因。第二个什么？就是25年，师傅为什么把它称为开始之年？因为49项两个主要人物登场了呀，你不就这么简单吗？就这个原因。其实45项的25年，它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年。对，说明一下45项其实它是属于台湾三篇的第3篇，它并不是讲的是那个大陆，只是说因为45项就正式对于台湾来说的话，它进入南北大战了。那么它的很多的着墨地方，它必须要加上大陆，所以它的典故基本上都是按照南北大战3个典故中都是南北大战，都是北方先动手，都是北方战败，都是南方后面有北伐，然后北方陷入动乱，它属于这种，并不是说45项它讲的是大陆篇，不，大陆篇是46项，就是三共最后一篇就是46项。因为后面到47项以后就没有大战，就没有南北这个概念了。因为从台湾篇3篇来看的话，台湾地区马上就要独立了，它是一个独立国家了，它不再受南北朝这个影响。就在老爷子来看的话，从47项开始，基本上没台湾什么事儿了，因为台湾从此以后就彻底脱离大陆。那它的着墨点又回到了什么中国大陆地区。所以台湾篇的关键就关键在这儿，45项的关键也关键在这儿，因为从45项以后，台湾就正式走向独立，和大陆1毛钱关系没有，而大陆也将随着三共的结束、四共的建立，将陷入一场大分裂。那你们很满意吧 ？OK 了，满意了，那下一个问题呗。下一个问题，鸠摩罗什为什么这么重要？我操！说明一下，我其实不想讲这个问题的，但是我觉得有人问了，我还要讲一讲，因为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会问，所以我提前讲。鸠摩罗什重要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未来，从整个7场战争的它的开始过程，包括结果来看，新疆自由军之战是持续时间最长，伤亡人数最多，包括结果也是最炸裂的。谁都没想到，一群新疆的泥腿子，一群新疆的民兵组织，甚至说打下来了。新疆苏区之战的在后面的大量的这种书籍中，大量的称谓中，不光是退伍，在其他书中他也写了整个5共结束，甚至说到6共基本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原因。就问呀，并且这个你看后面的称谓中，他都讲得很清楚。
为什么我觉得重要就重要在这儿？而且它的发起人竟然是个宗教领袖，并且和中方是有一定合作关系的宗教领袖哦。我觉得最有意思就在这儿，所以想不到才叫称谓，想得到那就不是啦。可以了吧？很明确了，这是。看我姐，下面就是事务为什么把他们称之为新疆自由军，然后为什么评价这么高？我觉得不光我对他们评价高，不光你看现在全球不也一样吗？我就是个日子人，我他妈就以血称为的，我犯不上因为口上的占点便宜什么的，让一大帮人盯上我，所以不如讲客气一点，哎，对吧？大家做个朋友都挺好的嘛。我对这个宗教人士是没有任何意见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哎，我不是无神论，我是有神论。对吧？你新疆你信穆斯林也好，你穆斯林哪一派也好，我都觉得我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哎，我是完全能接受的。哎，请以后不要找我茬，谢谢。哎，你是对吧？我是个日子人。哎，仅此而已。大家修养口德，挺好的。好，下一个就是姚鑫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姚鑫，因为它是个转折点。从四共开始，虽然说武王建立了第四共，然后他的势力受损很严重，特别是随着后面的战争的结束，他已经属于，但毕竟他但是等到武共领导人小朱密上台以后，基本大家觉得，哎，我们听一听。你们想怎么玩，反正跟我没关系。就是他上台以后，就造。背靠日本、韩国的援助，就他们。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哎，跟我就没关系了。哎，属于这种，哎，并不是这个人还真是蛮厉害的。就说明一下，其实武功领导人还是在历朝领导人中，算是很拔尖的。哎，积点口德嘛，对吧哈？你现在虽然比我小，很年轻，但是我还是积点口德挺好的。你看，从姚鑫的历史评价来说，他的评价地位是很高的。所以我和你们都说，哦，原来武功领导人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哎，也是励精图治的，哎，其实这里了，不是他的努力能够搞定的，啊，好吧。啊，下个问题。那姚鑫他会是解忧小朱密，他会是最后一任中国领导人吗？不是，基本上从他结束以后，然后造成了整个老共，它真的变成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政体。它其实并没有亡，它后面还要持续一些年。从武共结束以后，它地方上还会持续一些年。老共灭亡没那么早，它还早，离着还几十年呢，其实，只是说它的势力范围很小。包括它的控制区也很小，就到时候不光是跟着玩了，连哎，属于这种，哎，好吧。哪一个？那小朱密死了之后会和平吗？想多了，想屁扯吧！这打了比啊，你那不是看中方了，那要看你还干不干了是吧？跟我就没关系了，我就日子人，我那跟我没关系人。下一个。感觉师傅资料特别详细，就好像说春美都是师傅自己剪了一样。那流派一样嘛，因为老爷子本身扬州派的，我也扬州派的。我再强调，我们都是一个派的，我们写作模式都是两样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哎，就算不是我写的，其实相差也不是太大，因为我写的话也这样，也这个写作模式。哎，扬州派老前辈，看看我也觉得挺好玩的。下一个。金圣叹是清初人，那为什么师傅把金版推背的出时间定在民国初？你讲金版推背这个金屁味的。等等。我跟你讲，金屁不算狠，最狠的是我大元顺帝国师马哈马屁，那才叫屌。这东西你觉得能信吗？你不可能信的呀。那你信金屁，那你怎么不信那个？我大元顺帝好像是马哈国师马哈马屁，你不信这东西嘞？这明显就后人仿的嘛。你像后面，你像老爷子，他连他四言体都能写，
你像这种屁猪这种东西，就等于近乎白话文了，我都能写，这帮这种我都能写这东西，这个不要太纠结，这个不要太纠结，哎，就这么回事。你不要再来瞎想，没有跟金针菇没关系。金针菇的时候看的是马哈马屁，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到金屁。金针菇对这个不了解、不懂的，他妈在那吹，让他吹，不假借古人民意吗？不很正常吗？真的，你信金针菇，你怎么不信马哈马来？奇了怪了。好，下一个。最后就是赤马红羊，现在赤马红羊是不是真的？整个鸡巴没有假的，因为25年，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。就打到最巅峰。25、26、27这2年其实是蛮平稳的，而且我之前也在讲这个问题，这个东西，说一个基本概念，在五行中，在我们讲就输入五行中，火指交育，火不是指战争，是指交育，教书育人，它才为火，战争为金。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，你们搞不懂我也没办法。所以这几年，目前来讲，他不会打，他是不会打的。哎，算不假，这属于术数内容，它属于术数内容。哎，好吧，因为后面马要转运了，你看老公他那个马要转运了，不一样。对了，喂哇，全部讲完了子都。就这样吧，你们都满意，我不满意我也没办法。啊。不嫌打我啊！脑子有异吗？人间你们哟，让我们发出小猪咪的声音哦，乌萨奇的声音哦，人间你们哟。好，今天就到这，后面呢我是要去日本度假了，真的，马上我是10月6号的飞机，我去日本度假，等我回来再讲好吧，你们就这样吧，反正视频就这拍，后面还会拍，反正就这样，今天就到结束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